欢迎收听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钻研这些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资料。你想象过吗？你的车不止自己开，可能还带点感知能力，就是那个 sentience。哈哈，对，这个词最近很红。这个是最近 Tesla 那个 FSD V14更新之后，在网络上炒翻天的话题，真的蛮有意思的。确实，我们手边资料很多元哦，有最新的科技评论，还有深入的产业分析，对，然后还有比较硬的，像是法规、伦理文件，甚至连 Reddit 上那个车主实际体验的回馈都有。没错，来源很丰富。资料来源五花八门。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你从这一大堆资讯里面理出个头绪，看清楚2025年自动驾驶到底走到哪了。我们会一起看看这技术现在到底行不行，实际上路有哪些应用，还有前面有哪些巨大的挑战挡着路。准备好了吗？ Ready。好，那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资料。确实自动驾驶这个领域变化真的是快得吓人。我们今天会检视这些来源，看看技术的成熟度啦、商业化的进度啦，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法规跟那个伦理问题。对，这不只是技术演进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变革的预告片。好，那先从基本功开始好了。车子要怎么看这个世界啊？我看来源里提到好多不同的感测器耶。对，就像车子的眼睛跟耳朵，最基本的就是摄影机。像 Tesla 就很坚持只用摄影机，他们觉得靠那个强大的 AI 就够了。但多数其他厂商，像是 Waymo 啦或者 Rivian， 会搭配用雷达，就是用无线电波测距离跟速度的那个雷达，还有光打 LiDAR， 用雷射光速来建立周围环境的 3D 地图。3D 地图。对，还有像停车辅助常用的那个超音波感测器，还有 GPS 定位，这些都是。这就有意思了。Tesla 独排众议，只用摄影机。对，这点蛮特别的。但像 Rivian 的执行长，他最近不是公开说 LiDAR 很棒？没错，他还说 LiDAR 成本已经降到几百美元了。才几百块，那真的差很多哎。对而且他说 LiDAR 能做到一些摄影机做不到的事。这听起来像是个策略上的豪赌，就是说大家选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可以这么说啦，这反映了不同的技术哲学，还有成本考量。坚持全视觉，对吧？对 AI 的图像辨识能力有超级高的信心。而采用多感测器融合，就是追求更高的冗余度，还有在各种天气、光线条件下的可靠性。也是。尤其像现在新的技术，什么固态光达啦、4D 雷达啦，成本一直降，未来可能真的会看到更多元的感测器配置。了解。那看到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大脑要判断怎么开了嘛？这肯定跟 AI 脱不了关系。没错，核心就是 AI， 尤其是深度学习。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所谓的端到端 （end-to-end） 学习。端到端，简单说，就是让 AI 直接模仿人类开车的行为模式，从感测器输入直接就输出驾驶指令，像方向盘、油门、刹车这些。不是分很多步骤处理。对，不像以前可能分成感知、决策、控制好几个模组。Tesla 的 FSD 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来源里还提到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 Action Transformer Model， 这是什么？那个模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特别擅长读懂上下文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 AI。读懂上下文？对，就像我们看影片能理解故事来龙去脉一样，这种模型能更好地理解连续的动态场景，比方说很复杂的路口。它可以预测其他车行人的意图，这样对做出比较流畅、安全的驾驶决策非常重要。要驱动这么聪明的 AI， 肯定需要非常强大的运算能力吧？一台车里得塞多少晶片呢？对，没错，这背后需要很惊人的算力。一部比较先进的自驾车可能需要几百克甚至上千克晶片。上千颗？对所以这也直接点燃了车用晶片市场。有预测说，到2034年，这个市场规模可能达到快要1500亿美金。哇，那现在主要是哪些玩家在竞争这块大饼
NVIDIA 绝对是个重量级选手。他们提供从云端训练 AI 模型到车上用的整套运算平台，很多大车厂都跟他们合作。NVIDIA 很强。Qualcomm 也非常积极，他们的平台整合了驾驶辅助跟那个座舱娱乐系统。高通。Intel 旗下的 Mobileye 在目前主流的 Level 2辅助驾驶市场市占率很高。Mobileye 我知道很多车都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厂商，像是华为啦、地平线这些，也在快速崛起，推出性能很强的晶片。这听起来竞争超级激烈耶。来源提到一个趋势是中央集中式运算架构，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车上有很多个小脑袋，各管各的，比如管刹车的、管摄影机的。现在的趋势是把它们整合起来，用一个或几个非常强大的中央大脑来统一处理所有感测器的资讯，然后做决策。集中管理。对，这样反应更快，整合度也更高。像 GM 还有 Volvo 都采用了这种架构。有了硬体跟演算法，那还需要喂 AI 吃大量的资料，它才能学会开车，对吧？正是如此，资料就是 AI 的养分了。各家公司都在想办法收集数据。怎么收集？像是实际拍车上路去跑，还有在很逼真的 3D 虚拟世界里模拟各种场景，像 NVIDIA 的那个 Omniverse 平台。用模拟的。甚至打造数位孪生，就是在电脑里完整复制一台车跟它的运作环境。哇，数位孪生。那中国因为市场很大，场景又复杂，被认为是数据的金矿。预计2025年自驾相关的数据市场会很可观。车源协同也是个关键词，这又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意思是车子本身会处理一部分资讯，但同时也会透过 5G 或 V2X， 就是车辆对万物通讯，把数据传到云端。传到云端。利用云端更强大的算力来训练和更新 AI 模型，再把学到的新知识推送回车上。所以车子会越来越聪明。对，同时车子也能从云端及时拿到高精度地图啊、交通路况这些资讯，甚至可以远端监控，等于是车子跟云端一起变聪明。了解了这些基本原理，那我们来谈谈自动驾驶的分级。我常听到 Level 1、Level 2，一直到 Level 5，这到底是怎么分的？这个是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定义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谁负责开车，还有系统能力的范围来划分的。Level 0到 Level 2其实都算是驾驶辅助 ，L0 就是完全手动嘛。L1 有单一的辅助功能，像定速循环。L2 就有多项辅助，像现在很常见的车道维持加上自动跟车。但关键是，驾驶人必须随时监控，手要握方向盘，准备接管。所以 L2 还是要人看着。没错，来源提到，中国2023年 L2 新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47%了，非常普及。哇，快一半了耶！然后 Level 3是条件性自动驾驶，在特定的条件下，比方说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车子可以自己开，你可以暂时放开手，移开视线。可以不用看路。对，但系统如果发出请求，你必须要在几秒内接管回来。宾士的那个 Drive Pilot 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个 handover 就是交接的过程，其实很有争议。听起来有点抖抖的。再来 Level 4是高度自动驾驶，在预设好的特定区域或条件下，就是所谓的 OOD 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OOD？ 对，例如某个城市的特定范围内，在 OOD 里面，车辆可以完全自己驾驶，就算遇到紧急状况也能自己处理。理论上你不需要介入。大部分的 Robotaxi 就是瞄准这个等级。所以是在特定区域内可以完全自动。是的。最后 Level 5就是终极目标了，完全自动驾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天气，车子都能自己开，完全不需要方向盘或踏板。听起来 L0、L2 是辅助你开， L3 是有条件替你开， L4 是在特定地方替你开， L5 是随时随地都能替你开。
这样理解很清楚。那目前我们大部分人接触到的，或者说市场主流是哪个等级呀？绝对是 L2 跟 L2 Plus。你看到大部分新车配备的自动驾驶功能，都还是停留在辅助这个层级。L3 因为成本很高，法规又复杂，还有那个驾驶人接管的责任归属问题很头痛，是非常少见，而且很贵。了解。L4 主要就是在 Robotaxi 或是特定路线的物流卡车这种商业应用在试点。至于 L5， 目前还是比较像个愿景啦。聊到应用，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似乎是现在最火热的方向，好像到处都在试营运呢。没错，这是目前商业化最积极的领域。美国有 Google 旗下的 Waymo 在凤凰城、旧金山已经营运一段时间了。GM 的 Cruise 虽然之前在旧金山遇到一些挫折对，有看到新闻，但也在持续推进。日本的 Motional 跟 Lyft 在拉斯维加斯也有合作。中国更是遍地开花，百度的 Apollo Go、小马智行 Pony AI、文远之行 AutoX 等等，都在很多城市推出了 Robotaxi 服务，车队规模也越来越大。哇，中国很积极，连 Tesla 都说要在德州奥斯汀推出 Robotaxi， 他们初期打算用 Model Y。不过来远也点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哦，这些 Robotaxi 的营运范围好像都局限在特定的区域，而且很多都在天气比较好的城市。对，这正是关键所在。这显示出目前技术真正的瓶颈，可能不完全是 AI 本身，而是如何可靠地应对各种复杂天气，像是下雨、下雪、起雾，还有很混乱的城市交通。然后要把服务范围扩大到更多地方，要在任何条件下都安全可靠地规模化运营，这点目前还没有人真正完全克服，所以还有挑战。对，尽管预测很乐观啦，说什么2035年全球可能有40到80个城市大规模部署，中美是主力。那除了载人载货的路由卡车也是个大方向吧？是的，想象一下，长途货运卡车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这能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还有那个疲劳驾驶的风险。对耶。像 TuSimple、Aurora 这些公司都在做这个。美国在这方面进展比较快，预计未来10几年，在固定路线上的无人卡车会有很显著的增长。Continental 也跟 Aurora、NVIDIA 合作，要量产 L4 的卡车系统。这些卡车应用听起来也是先从路线比较单纯、预测性高的地方开始，像是高速公路或工业区。完全正确，他们通常是点对点的固定路线，或者是像港口、矿区、工厂内部这种半封闭或全封闭的环境。这样可以先避开最复杂的市区路况，专注在提升效率跟可靠性，这也是技术落地比较务实的一个切入点啦。这些特定场域，像是机场接驳、校园小巴、厂区巡逻车，好像也是自驾技术比较早应用的地方。对呀，因为这些地方环境相对单纯，速度比较慢，路线固定，人车流也比较好管理。技术门槛相对低，更容易实现商业运转。而且这些应用常常会搭配 5G 通讯，还有智慧路灯、路侧感测器这些基础设施，形成一个车路云协同的智慧交通系统。最后回到我们一般人最常接触的私驾车，刚刚提到 L2、L2 Plus 是主流，那像 Tesla 的 FSD Supervised， 虽然功能越来越强，甚至最近开始推送给澳洲 HW4 硬体的车辆了。有这消息。但它还不是真正的放手不管，对吧？关键就在那个 supervised 受监督的，即使系统能力很强，法规跟厂商都还是要求驾驶人必须全程监控，随时准备接管，所以它本质上还是 L2 Plus。了解，还是辅助。真正的 L3， 像宾士的 Drive Pilot， 能在特定条件下让驾驶合法的移开视线，但仍然是少数，而且价格不便宜。预计 L3 要在一般私家车上普及，可能还要好几年，而且初期占比可能也不会太高。好的，技术怎么运作，在哪里应用，我们大概清楚了，但听起来这条路并不好走。接下来这部分就真的非常关键了，我们来看看这些来源揭示的挑战、争议，还有那个伦理难题。
首先是法规，听起来就像个全球大迷宫一样。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全世界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在美国，以前主要是各州自己管，标准五花八门。像加州对测试要求特别严格，德州就相对开放。不过，联邦政府正试图加强主导，推出统一的框架，希望能简化监管，加速部署。想要统一。对，甚至放宽一些传统的安全标准，让更多新设计的自驾车能上路。欧洲呢，听起来比较有秩序一点。相对来说是，欧洲各国大多遵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CEC 的规范，像是针对 L3 的那个 R157法规。但各国立法进度还是不一样。例如，英国通过了新的法案，预计2026年让商用的无人车上路，还特别定义了自动驾驶实体跟责任使用者的角色。德国也有类似的专法。有定义角色了。整体来说，欧洲是比较谨慎的推进，非常强调安全验证跟责任厘清。中国的策略又不同了，对吧？中国是政府强力主导，透过政策引导划定测试区、发放牌照这些方式，用试点来加速技术迭代跟商业化落地。但有个重点要注意哦 ，TÜV SÜD 的专家有提醒，即使车辆拿到了国际或区域的认证，要到某个国家实际营运，还是得符合当地特定的交通法规才行。所以不是拿到认证就通行无阻。对，这更加增加了全球推广的复杂性。法规之外啊，安全跟伦理绝对是大家最关心的。每次一有事故，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大检视。那个颠车难题在自驾车上真的有可能发生吗？系统要怎么选？这是个极端但必须思考的问题。德国伦理委员会有对此提出过一些原则。有哪些原则？像是保护人命优先于财产，还有不能因为年龄、性别这些歧视性的理由来决定牺牲谁。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伤害。减少伤害。至于能不能在牺牲少数救多数的情况下进行编程，委员会内部也有争议，还没有定论。这也凸显了要把复杂的伦理价值观写成程式码，那个难度有多大。很难想象。这也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 SOTIF 预期功能安全。这跟传统的功能安全 FUSA 有什么不一样啊？传统的 FUSA 主要确保系统硬体或软体本身不要故障，但 SOTIF 更进一步，它要确保的是，即使系统没有故障，它的设计功能，例如摄影机辨识、AI 决策，在面对真实世界各种复杂甚至预料之外的情况时，它那个预期功能本身是不是安全的？就算没坏，也可能不安全。对，比方说 AI 把一个被风吹动的塑胶袋误判成障碍物而急刹，这硬体没坏啊，但功能表现却不安全。有道理。评估 SOTIF 需要考虑各种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场景，非常复杂。来源提到早期 Tesla Autopilot 发生过几起致命事故，这也是提醒我们，即使是 L2 辅助驾驶，技术也还在演进中，并非万无一失。正是如此，这就直接连到下一个烫手山芋——责任归属。发生事故了，到底算谁的？是开车的人、坐车的人，还是车厂或软体供应商 ？L2 或以下，驾驶人要负责监控，这比较清楚。但 L3 开始，驾驶可以暂时不看路了，甚至 L4 理论上不需要驾驶了。这时候出事怎么办？这就是症结点啊。虽然像德国、英国的新法规试图厘清自动驾驶实体跟认使用者的角色，但实际判定起来非常困难。人机界面 HMI 的设计变得很关键，系统必须非常清楚地让使用者知道现在是谁在开车，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有那个热马铃手问题，就是系统发现自己处理不了，突然要把控制权丢回给可能已经在滑手机或打瞌睡的驾驶。对，这听起来就很危险。这确实是 L3 最大的风险之一。那个控制权的转换必须要安全及时，驾驶人也必须有能力而且愿意接管。帮图资公司甚至网络运营商，
整个责任链变得非常复杂。哇，牵扯这么多方。美国有些州已经立法保护原始车厂了。如果车子是被第三方改装成自驾车而是，原始车厂不用负责。哦，这样。另外一个人担忧的是数据隐私跟网络安全呢。自驾车简直就是移动的数据收集器耶。没错，它会记录你的行车路线、驾驶习惯，你去过哪里，甚至可能录下车内的影像跟声音。哇，这些数据由谁保管？谁有权存取？用在什么地方？再找2014年 McKinsey 的调查就发现，消费者一方面想要联网功能，另外一方面又极度担心隐私外泄。比例很高吗？当时有45% 的美国消费者因此却步，还有43% 担心车子被骇客入侵。美国大法官 Sotomayor 多年前在一个判例中就提出警示，说长期的 GPS 追踪会泄露大量个人隐私，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数位时代的隐私期待。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欧洲的 GDPR 对数据使用有很严格的规范，强调用户同意和最小化收集。中国企业要进入欧洲市场，数据处理就必须符合这些规范。网络安全更是攸关生命。2015年骇客远端控制 Jeep Cherokee 那个事件，就是个响亮的警钟。我记得那个新闻很可怕。对啊，逼的车厂大规模召回。如果自驾车的控制系统被害，后果不堪设想。技术、法规、责任、数据，挑战真的是重重。最后来谈谈使用者体验跟信任感。最近 Reddit 上关于 Tesla FSD V14 的讨论，是不是正好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啊？非常贴切。你看，一方面有人称赞更新之后反应更快，开起来更像人了。但另外一方面 ，Tesla 用的那个词判断能力 sentience 引来大量讨论甚至嘲讽。大家质疑这是不是过度行销，把 AI 拟人化了。我也看到很多抱怨耶，像是速度控制选项变少了，以前可以用滚轮微调，现在变成只有几个模式选项，像什么 Hurry 极速、Standard 标准，还有一个 Sloth 树懒。哈哈，对，树懒模式。听起来有点滑稽，但使用者担心这样反而不好控制车速，容易吃罚单。Tesla 的理由可能是想减少人为干预，让 AI 能收集到更纯粹的驾驶数据来学习啦。但使用者显然觉得自己的控制权被剥夺了，感受不好。而且，尽管有进步，还是有不少用户回报遇到幽灵刹车。那个没来由的急刹。对，或者系统做出奇怪的决策，或者在某些路况下还是得靠人接管。体验似乎也因为车辆硬体版本不同而有差异。这也凸显了信任的问题。系统看起来越来越厉害，驾驶可能就越来越放心，甚至分心。但系统又还不完美，这中间的信任鸿沟或过度信任都是风险。没错，如何让使用者建立适当的信任，既相信他的能力，又不至于盲目依赖而忽略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也是人机互动设计上的一大挑战。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来源里看到了自动驾驶的双面性。一方面，技术突飞猛进 ，AI 模型越来越厉害，像那个 Action Transformer， 晶片算力竞赛白热化 ，NVIDIA、Qualcomm 等等。应用场景也从 Robotaxi 到物流凯车，一步步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挑战也摆在眼前，全球法规标准不一，像个迷宫，事故责任归属不清，让人头痛。对，安全与伦理的两难，就是那个电车难题现实版，还没有标准答案。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风险让人忧心。最后，使用者到底能不能、愿不愿意信任并接受这项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Tesla FSD V14 的使用者反应就是这种技术进步与使用者疑虑并存的最佳写照啦。对你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自动驾驶不再是遥远的科幻情节了，它正加速驶入我们的生活，真的越来越近了。这不只会改变我们怎么通勤、怎么旅行，更可能彻底重塑我们的城市样貌，甚至重新定义个人自由、时间运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关系。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预测，这将是第一个达到兆美元规模的机器人产业。兆美元？对，光是这个数字就足以想象它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有多么巨大。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伴随着这次的深入探讨，一起思考。面对自动驾驶所承诺的便利性、效率，甚至是可能更高的安全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潜在风险，从行车安全、法律责任到你的个人数据隐私，你愿意交出多少方向盘的掌控权？或者我们真正该追求的是一种试图模仿人类、带点所谓感知能力的驾驶方式，还是一种超越人类、更加理性、可预测，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无聊但极度可靠的自动化呢？这是个好问题。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和深思。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见。下次见。